买前白月光，用后心慌慌。你有哪些家电是头脑一热就兴冲冲买回家的，结果新鲜感一过就祛魅变得乏味，甚至留在墙角吃灰的智商税产品呢？本期咱们就来盘点4种曾被吹捧上天，如今买完就后悔的家电产品，看看你被坑过几个。1. 智能垃圾桶。所谓的智能垃圾桶，主打的就是高颜值，告别脏手。凭借可以自动开盖、自动打包、不需要弯腰等优势卖点，在近些年赢得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实话实说，这个看似科技感满满的智能小家电，在市场上没火多久就彻底熄火了。很多买过、用过的家庭都纷纷后悔。因为槽点太多，比如这个智能感应时而会过度反应，时而又会原地罚站，等你路过一下，冷不丁的给你翻开盖子，等你伸手过去吧，它又不干正事儿了，根本没有反应。还有智能打包垃圾确实方便，但如果遇到一次把垃圾袋扯破的时候，那就尴尬了，里面流出来的残渣汁水，那个味道恨不得原地去世。另外，大多数的智能垃圾桶内部空间都小得可怜，还得去买专门的配套垃圾袋。细细算下来，与普通垃圾桶相比，这个使用成本真是贵的不是一星半点，实在不划算。综上原因，最终导致了它的落寞，因为负评越来越多，自然买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被市场淘汰也是早晚的事。2. 家用除螨仪。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所谓的专家在宣传，什么螨虫会伤害皮肤，甚至会引发疾病，平时如何预防螨虫、如何清洁螨虫等科普分享。此后，市场上就推出了一系列号称有除螨功效的家电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中要说卖的最为火爆的就是家用除螨仪。但有一说一，这个所谓的除螨仪实际上就是个大号的吸尘器，看着挺唬人，但它又不带紫外线灯，又没有高温加热功能，价格区几百块，还附带除螨效果，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家里床上落的灰尘、螨虫还没有你下班回来带在身上的多，靠这个吸尘器除螨都不如你每月勤换被褥的效果更好，而且它的这个滤网和吸力也仅比你的车载吸尘器大一点点，甚至还不如市面上常规的普通吸尘器好用。所谓的除螨全都是心理作用在作祟。当然，这个家用除螨仪也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商税产品，它只是满足了某些特定需求，或者是被厂家过度宣传了某些无效功能。所以仅也只是想提醒大家，购买时要擦亮眼睛，不要一时冲昏了头脑，需要理性选择。3. 电饼铛。说到电饼铛，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个号称是懒人必备的厨电产品，在几年前可谓是抢手货，几乎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厨具之一。与普通的锅具相比，这个电饼铛不仅使用方便快捷，大大提高了做饭效率，而且又能烤面包、煎牛排、烙饼，甚至还能煎锅贴和水煎包，满足不同的烹饪需求。然而，如今的电饼铛仅用了短几年时间，就从火爆全网跌落到无人待见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看完网友们的真实反馈，你大概就明白了。首先，被大家吐槽最多的点就是受热不均匀，用它煎烤食物经常出现一面烤糊的现象，吃掉吧，实在难以下咽；丢掉吧，又有点浪费。其次，还有烤盘太浅的弊端，所以一般只能用它做薄饼。如果想用它烹饪厚一点的食物，比如馅饼或水煎包，就会出现上下盖合不上的情况。如果盖上盖，还会导致包子被压变形。另外，用过电饼铛的人都感同身受，清洗难度大，真心让人头疼。尤其是残留在上面的食物残渣和油渍，简单清洗容易出现擦不干净的情况。用钢丝球之类的清洁工具，又担心把表面的涂层刮花。所以说，这些实打实的缺陷也注定了它被淘汰，不受大众待见了。4. 跑步机动感单车。前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在一些健身达人的推动下，很多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健身计划。结果健身卡办了1年，去不到3次，健身餐吃了没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立马又胡吃海喝起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指望着买一台跑步机或是动感单车，在家里坚持减肥、坚持锻炼，就可以马上瘦下来，从此秒变健身达人。然而，买之前很多人是激情满满，连续用了1个星期后就自我放弃了，最终沦为了家里最新款的置物架，丢了吧，又舍不得；送人吧，又太麻烦。结果就是越看越不顺眼，悔不当初，怎么当时就头脑发热冲动下了单，钱打了水漂不说，还白白在家吃灰占地方。现在各位就自我检讨一下，看看说的是不是你。现如今的家电没以前的耐用了，动不动就坏，已成常态。情况也确实如此，不得不说，现在的电器厂商为了卷价格、抢销量，都是降成本、偷工减料，这也导致产品质量越来越差了。但最让消费者无法接受的是，有些刚需家电的维修成本太高了，甚至比换一台新的还贵。这也让很多人抱怨说，电器坏了不是不想修，而是实在修不起。比如下面说的这4种家电，如果坏了，建议你不如直接换新的更划算。
一、液晶电视。现在的电视行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过去高不可攀的100寸电视价格已经跌至万元以下了，而75寸的大屏电视价格甚至还不如一台手机贵。众所周知，电视机上最贵的零部件就是那块显示屏，甚至占到成本的1半以上。如果你家电视屏幕坏了，劝你还是别修了，因为维修成本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高。网友艾特派老派大星，当初花6K 买的液晶电视，刚用了半年，数据接头不小心砸坏了屏幕。给售后打电话，客服告诉我说人为损坏，寄回修的话要付70%的购机费，然后修多久不知道，看情况。后来上网查了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人，都说修不如换新，因为修也不是给你换原装屏，把我这个外行人直接雷住了。网友艾特增增，电视屏这么坑，买的某米75寸电视，修屏幕竟然要价2200，查了一下官网新电视价格才2700，请问你们维修的意义在哪？这不是明着坑吗？所以说电视屏坏了真没必要修了，换个新的还不用担心匹配度不够，功能也是最新的，怎么比较都是买新的更划算。二、空调。空调家家必备，面对酷热的夏季简直就是续命神器。如今的空调价格也不贵，国产品牌挂机普遍在1500至2000元左右。虽说空调的价格并不高，但后期的维修费用却高得出奇。因为空调的外机是连接在外墙上，所以一旦出现故障，只要师傅上门就要先收取几百元不等的高空作业费。而且空调不比其他电器疑难杂症比较多，经常出现小病大修的情况，比如随便加个氟清洗一次也要收个200-300，让很多业主直呼根本修不起。网友艾特月朦胧，买得起修不起，空调行业的鲜活案例。一个 P 板故障700多我认，但围绕着高层所谓的拆装修一下，另外整出1300多，总维修费都够买一台格力新机了，真的是意难平。分享出来，希望不要有下一个大冤种。诸如这类的案例，网上还真不少。所以如果你家空调坏了，不是啥小毛病的话，修空调不如换新划算，新的功能又多，安装还不收费。三、指纹锁。现在新房装修几乎家家都是智能门锁，与传统的机械锁相比，省去了出门带钥匙的麻烦。但智能指纹锁这种新式电器故障率非常高，各种小毛病不断，比如提示已开锁，门却打不开，还有显示屏动不动就不亮，还有各种异响等等。而且智能锁因其内部结构复杂，导致消费者无法自修，所以只能找厂家上门维修，一次至少也要200-300，如果一年修个2-3回，花的钱都够买一把新锁了。网友艾特半糖小姐实在忍不了，智能锁维修费用太离谱了，家里的某为智能锁摄像头玻璃碎了，找了售后维修，上来就要价1700多，说内外面板更换，了解下是整把锁换新，更换个玻璃你收费300-500我都认，你收我1700我真忍不了。怎么说呢？现在的智能锁功能虽然更加人性化，但远不如传统的机械锁稳定，如果实在有需求，也建议选择基础的入门款，这东西功能越复杂，故障率就越高，免得日后出现买得起修不起的尴尬情况。四、净水器。近些年很多家庭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都会选择在家里安装净水器，但据我了解，这种电器后期的维修维护成本也是高的离谱。如今很多净水品牌为了卷销量，实现减本增效，都把产品利润转嫁到后期的维护成本上。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净水器虽然不贵，但每年换滤芯的成本却很高。也就是说，就算你家净水器没出问题，但每年也要定期花费1000至2000元不等的更换滤芯、维护滤网的费用上，这是典型的买得起却修不起、用不起的电器。此外，净水器这种家电的售后也比较频繁，各种毛病不断，什么滤芯堵塞、一直排废水、机器频繁启动、水流量变小等等。所以家里的净水器坏了，不如就不修了，要么直接换个新的，要么改用桶装水，一样干净卫生，还没有诸多的维修费，使用成本更低。当然了，维修费用过高的家电远不止这4种。上个月我家亲戚1000元买的智能马桶盖，用了半年就坏了，维修工人说主板坏了，换的话最低也要800块，气得我家亲戚花60块换回了普通马桶盖。所以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家的家电坏了需要维修前，一定要问清楚价格，如果维修费用过高，建议不如直接买新的。这几年经济下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仅实体行业经营惨淡，就连电商行业也受到了冲击。特别是2024年，包括618、双11，甚至都没什么动静了，仿佛是彻底熄火了。这种反常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咱们老百姓确实没钱了。未来3-5年，有大佬预测，除了房价外，还会有几样东西或将迎来大幅降价，甚至贬值。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深陷其中。一、二手房价格持续下跌，这些年房价下跌已成趋势，每年都在降价。我身边因为卖房血亏的人也是比比皆是。虽说2024年的房产市场频频传出了利好消息，
包括房贷利率下调，首付更是降到了15%，甚至有些地方还取消了公摊面积。但是这些所谓的利好政策都是针对买新房的，也就是说对二手房没啥影响。另外，二手房的价格相比之下也没任何优势，不提防房龄老旧、高层住宅公摊面积大，都面临难转手的窘境。综上来看，未来的二手房市场还是会迎来大幅降价，甚至疯狂贬值，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如果不是刚需购买，近几年选择二手房真的要谨慎出手。二、汽车价格愈演愈烈，这2年汽车行业的价格也是一路下滑。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也给传统燃油汽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2022年，国产比亚迪率先开启降价潮，随后一些老牌国产车企为了自保，也纷纷加入价格战。这2年买过车的朋友都深有体会，几乎是半年一个价，各种大额补贴政策也是史无前例的多。但是汽车行业的降价潮的根本原因是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随着收入水平下降，普通家庭的购车需求自然会减弱，所以这种降价趋势未来3-5年也不会结束。换句话说，现在无论是燃油车还是能源电车，你买的越贵，未来贬值的速度和钱也就越多。3、翡翠前景不乐观。其实自从疫情结束以后，翡翠行业就开始进入大萧条时代了，只不过今年已经非常明显了。尽管咱们中老年人对翡翠的厚爱一直是情有独钟的，但实话实说，翡翠这种东西不比黄金，市场价格也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换句话说，翡翠的本身价值虽然看着挺唬人，但其实就和钻石一样，实际上毛用没有。未来真要有大的变动，如果想快速变现也根本不可能。所以不夸张地说，未来购买翡翠一旦市场崩盘，贬值率甚至会超过90%以上。4、家电价格会更亲民。都说现在的家电行业越来越内卷了，情况也确实如此。曾经动辄万元的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如今小几千的价格就能买到了。很多业主也发现，现在新房装修花2万元拿下全屋家电也不再是什么难事，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减轻了压力。要说家电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来自2个方面，一方面是家电行业经过这些年的技术发展和沉淀，降低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现在房子卖不动了，家电需求也下降了，所以家电行业的各大厂商也只能通过降价、促销、打折来吸引消费者，这也导致了家电价格整体下滑。5、牛肉与猪肉的价格换位，你敢想象现在的牛肉竟然呈现出猪肉化趋势？当然，可不是说口感和质量，而是价格哦。今年牛肉价格大跳水，到底有多厉害？你去菜市场逛一圈就知道了。像什么牛腩、牛腱子，包括牛里脊，曾经这些热门部位价格甚至30块都不到，27、8块一斤的随处可见。有人可能会好奇，牛肉行情到底咋回事？怎么突然价格就朝着猪肉价位一路猛冲下去了？其实牛羊肉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变化，导致牛肉价格下跌的真正原因是大量进口优质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供大于求的情况。当然，牛肉价格降价对普通老百姓是好事，但对于养殖户来说可就亏大了。6、高档的烟酒茶卖不动了，大环境不好，受到消费降级的影响，今年的烟酒茶也卖不动了。就连6月份又是父亲节，又是端午节，中间还加个618，但也没有迎来预期的那种旺销。像我家的一个亲戚，自己家开的烟酒店，几年前还是日均2万营业额，然而时至今日，门庭冷落到日均销售额甚至跌到只剩1800块了。这种情况还真不是个例，今年就连国酒茅台的行情都快绷不住了。可想而知，其他烟酒、名茶的行情究竟会差到什么程度？7、收入会大幅缩水。这几年的经济不景气，其实对咱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大家的收入缩水。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2年像什么公司裁员、降薪降职、缩减招聘这类的新闻频频霸榜各大网站头条。现在就连所谓的铁饭碗，什么国企、公务员等也都无一幸免，连带着还会波及到住房、汽车、家电等消费品的需求下滑，这似乎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奉劝大家，目前能保持稳定工作就挺好了，千万别轻易选择离职或跳槽，保持收入稳定的基础上，再考虑兼职或副业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经济。买房看地段，啥时候都是不变的真理，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也比不上好地段来的有价值，因为好的地段直接关系到未来房子的升值潜力以及日后生活的便利性。有做房产中介的朋友告诉我说，买房靠近这5处，10个家庭9家富，真不是瞎说，而是过来人的经验总结。一起看看这5处具体指的是哪些地方。1、临近地铁口的地铁一响，黄金万两，真不是空穴来风。地铁站周边的土地一直是开发商的必争之地，如果你买的房子靠近地铁口，那意味着日后出行会非常方便，尤其是1、2线城市，不管交通如何拥堵，选择地铁出行都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早晚上下班时间也好把握，简直就是打工族的福音。而且地铁是一个城市的动脉，因此地铁口往往也是开发的重点区域，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自然会非常完善，所以未来的升值潜力也很大，不管是自住还是出租都是最佳选择。当然，地铁口离家近固然是好，但也不能太近。从安全性和私密性的角度来说，社区与地铁口之间有个300-500米距离是最为合适的，出行时比较方便，居住也不会受到大量人流带来的影响。2. 靠近名校的。做父母的都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也是众多家长的心声。如果房子靠近名校，只要家里有孩子，家长们甚至不惜举债借钱，也都会争相购买。因此，这类房子即使将来不住也不出售，出租也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现在很多城市都是学区划片，学校附近的房价向来只高不低。未来10年，这类房子的需求也依然很庞大，这就意味着学区房能跑赢区域房价。而且学校附近的房子，除了自家孩子上下学方便，省去了天天接送的麻烦，关键是学校周边是严格禁止开设工厂、KTV 等娱乐场所的。这样一来，不仅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居住起来也更安静舒适。3. 临近公园的。安家在公园旁，离尘不离城，这也是很多成功人士的首选住宅。对于市区内公园旁的房子，不仅拥有天然的资源环境，而且极其稀缺，而且周边环境好，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宜人不说，还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住在公园旁，不管是茶余饭后的锻炼休闲，还是周末想陪孩子露营，都不用发愁，因为楼下就有绿荫成林的免费公园，根本不用担心停车难、路程远等问题。而且大多数的豪宅都集中在公园周边，所以这类房子市场上的房价也相对稳定。选择置业在公园旁，未来即便想转手和出租都有升值和保值空间。4. 靠近商业中心的。要说买房升值潜力最大的位置，一定是靠近商业中心的。这里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最佳黄金地段，现代商圈基本可以保证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像什么商超、百年老店、大型书店、网红咖啡屋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靠近商业中心的房子，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商圈带来的繁华和便利性，而且居住在商圈附近，出行交通也非常便利。因为核心商圈的发展会比较快，城市的规划和交通也会被重点关注。有句话说得好，好的地段决定投资价值，价值决定配套设施。靠近商业中心的房子，人气最旺，所以自然未来升值的会更快。5. 靠近江景、海景的。试想一下，每天唤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微微的海风，会是什么感受？谁会拒绝只要打开窗就能欣赏到窗外江和湖的带来的绝色美景？甚至有人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想拥有一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景观房，用来养老。所以江景房、海景房一直以来也是房产市场上的稀缺房产。如果买的房子靠近江景、海景、湖景，不仅能无时无刻的享受优美的景色，而且还能拥有新鲜的空气、宁静的环境，能居住在这里，往往也是身份的象征。这么说吧，一座城市的 CBD 商圈可能5到10年就会换，但如果是景观房，永远都会有人为其买单。这就是选择江景房的核心价值。结语，总的来说，房子的价值80%是由地段决定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地段会越来越重要。买错一套房，10年又白忙。如果你不会买房，就选择靠近以上这5处的，绝对不会错。前置过滤器到底有必要安装吗？这是很多装修业主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简单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滤网安在了入户水管上，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泥沙、铁锈、虫卵这些颗粒杂质的同时，还能保护家里的涉水电器不受堵塞。像我家房子刚入住1年，花洒就堵了好几次，洗脸刷牙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差，对于生活质量影响确实很大。后来安装了前置过滤器，家里的水质情况明显得到了改善，每次排污滤网上的杂质都是肉眼可见。所以前置过滤器真是咱们家用水安全第一道防线，真的是刚需。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都建议安装。但是如果产品选错了，那还不如不装。冲洗费事，过滤不干净还好，要真买到质量差的，漏水都是小事，严重的甚至会爆炸。那前置过滤器应该怎么选呢？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选购攻略，看完这期视频保你不踩坑。1. 看过滤精度。过滤精度怎么选？滤网的过滤精度太高，会导致冲洗不干净，容易造成滤芯堵塞，影响水压。过滤精度太低也不行，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起到不好的过滤效果。目前行业内公认的黄金精度是40微米，认准这个参数就对了，能有效过滤的同时又不影响水压。2. 看出水流量。出水通量，买大不买小。不管你家是高层顶楼还是不梯老小区，是多个卫生间还是单个卫生间，都建议选择机身名牌标识通量6吨每小时，实测8吨每小时的。
全部打开用水的时候，也丝毫不会影响水压。但切记要认准机身标牌上的真实通量，很多品牌的前置宣传什么7吨、8吨大通量，实际名牌却只有5吨每小时，这种千万别买，不然等到全屋用水的时候，你就等着哭吧。3、看材质工艺。很多前置过滤器都喜欢在用料上缩水，滤网、铜头、滤屏这3大件关乎到前置的耐用性及安全性，至关重要。滤网认准316L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安全性也更高。滤网边缘要一体包裹式封装，不易脱丝，密封性更好。铜头要选择环保铜材质，并且认准阀头内置、食品级隔铅层这种，这样能有效避免水与铜的直接接触，不会造成水质的2次污染，才能确保用水健康。滤屏认准 Triton 材质，更抗冻、更抗压、更防爆，安全性更高。材料呢，一定要选择不含双酚 A 的，这是基础，关乎到健康。4、看安装方式。能选万向安装的就不选定向安装的。所谓定向，就是只能固定方向安装，对安装环境限制很高，还需要各种改管加转接头，不仅安装成本增高了，而且后期还会影响过滤效果和清洗排污。像我家这种竖向的水管，就需要这种支持万向的惠尔顿前置过滤器 P0063 Plus， 它的阀头可以360度调节，能适配多角度不同的安装环境。不管是横向还是竖向或是斜向，哪怕你家的管道再复杂，也能轻松驾驭。5、看清洗方式，一定要选真正全自动清洗的，自动排污加自动刮洗。相比手动清洗呢，不仅用着更方便，而且使用寿命会更长。但需要留意，现在不少号称是自动清洗的产品其实还需要自己去转动排污阀的开关，麻烦不说，如果记性不好，1年都不会刮洗一次。而这款惠尔顿前置过滤器 P0063 Plus 是真正的全自动智能清洗，它能设置1至45天的清洗周期和5至95秒的清洗时长，每5秒1档。当达到预设时间后，便会自动360度正反旋转刮洗加虹吸重洗，彻底清洗后，污水会从底部排出，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彻底解放双手。总的来说呢，前置过滤器确实有必要安装，而且还是典型的花小钱就能提高生活品质的好东西，一次投入就能用很多年，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以前很流行，如今却被嫌弃的不行的9个网红装修设计，听我句劝，别再盲目跟风了。这些所谓的网红设计，时尚的周期都很短，就跟寒暑假一样，也许你今年刚装完，明年就过时了，踩了坑不说，还白白花了冤枉钱。一门到顶柜门，衣柜做一门到顶确实简洁大气，但柜门超过 2.4 米，谁也不敢保证后期不变形，别天真的以为加了柜门拉直器就万事大吉了。实话告诉你，只要是加高柜门，不论质量好坏都会变形，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听句劝，就做成分段式柜门，颜值也不差，关键没有后期变形隐患。2、通铺柔光砖。柔光瓷砖确实很美，但没钱你别硬上，这玩意买不好，后期很容易翻车。这么说吧，75×150的怎么也不能低于80元一片，而且要选天鹅绒或是肌肤釉的。现实中踩坑的都是因为图便宜，买了30-41片的柔抛砖，这种砖不但不耐脏，而且还渗污，后期拖地都一股鱼腥味。3、梦幻帘。梦幻帘飘逸的质感一定是各路小仙女的最爱，但装了梦幻帘的，我劝你别开窗，不然风一刮，那就像被吹散的刘海，老丑了，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洗过一次就皱皱巴巴的，一点垂感都没了。所以客厅窗帘不如就选了普通的纱帘，性价比高，后期还容易打理。4、悬空电视柜。说是既兼顾颜值和收纳，又能杜绝地面卫生死角，但悬空电视柜做短了不好看，做长了容易下坠变形。换句话说，就是花钱多，还有隐患。你说你装它图个啥？就算不变形，那墙体裂缝、乳胶漆开裂，你能接受吗？不如选个落地柜靠谱，清洁卫生也方便，还没有承重隐患。5、卧室装风管机。在卧室装风管机的，一定是被设计师给忽悠了。这玩意噪音大，能耗高，后期维修它还麻烦，所以千万别当大冤种。如果你家是大户型，房间多，面积大，就上中央空调，装修颜值高且风感舒适。如果是普通家庭，那你最佳选择就是挂机空调，没有之一。6、超大落地窗。一整面的大玻璃落地窗确实视野通透，颜值也长在了大众的审美上。好看是好看，但它不实用关键的致命伤是有安全隐患。玻璃面越大，抗风压的能力越差，自爆的案例网上一搜一大把。而且通风也是个问题，你还必须接受夏天热、冬天冷的事实。7、隐形踢脚线。我承认，墙面做内嵌隐形踢脚线确实不忌讳，看上去也整洁利落。但要想实现瓷砖与墙面严丝合缝，只有2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墙面抠出5公分横槽，有没有安全隐患，你自己琢磨。第二种，全屋墙面做冲金找平，工费1万都不止。
不然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所以不如就选个与门同色的实木角线，颜值不差，性价比高。8. 砌墙衣柜。看到很多网红博主都在吹卧室做砌墙衣柜，说什么没有甲醛还省钱，我真的无语。先来算一笔账，砌上2堵墙，连工带料至少就得2000块，里面的五金挂件和配件，选质量差一点的也得大几百，后期你还得装个推拉门吧，你说省不省钱？当然，如果你装个挂帘，确实省钱，但一点档次和细节都没有，所以别盲目跟风踩坑，白花钱的可是你自己。9. 集成灶。如果你家是小户型家庭，就别硬装集成灶了。我承认它的排烟效果好，功能也多，但对于面积小的厨房实在不太友好。本来厨房的地柜就没啥空间了，再去浪费地柜空间安装集成灶，后期家里的米面、粮油都往哪放呢？万一你家烟灶的位置距离共用烟道还很远，那集成的排烟管还得占据地柜一排空间，橱柜储物更不够用了，倒不如直接装个传统烟机，省钱又省心。很多人都喜欢跟风买东西，尤其是一些小件的家居用品，看到商家和网红大肆吹捧宣扬产品的卖点，就觉得它真的可以解决生活痛点，于是就果断入手，买回来自己亲自用了以后才知道，又是一个鸡肋产品。就比如下面这8样家居用品，每一样都曾经被吹捧上天，结果用了后才知道是智商税，真的太坑人了。看看你家有几个。1. 鸡蛋滚动盒。卖点比传统鸡蛋收纳盒更节省空间，而且鸡蛋可以一个一个自动滚动下来，拿取方便。鸡蛋在滚动状态下能避免内部蛋清蛋黄的沉淀。现实这种滚动盒确实比普通的平铺型收纳盒要节省空间，但是一次性收纳数量上减少了，而且价格略贵。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宣传中最大的卖点——滚动式自动补蛋根本不好用。由于鸡蛋大小形状不一，滚动过程中大的鸡蛋卡住下不去，小的直接冲到最下面，容易破碎。鸡蛋破了还要收拾盒子，无疑是给自己增加了家务。另外，它的收纳量比较小，如果家里人口多，一次买个3、4斤鸡蛋的话，根本放不下，还是要另外找地方放，比较鸡肋。2. 分层鞋架。卖点：原本1双鞋子的空间，利用分层鞋架可以放下2双鞋子，充分利用鞋柜，是小户型鞋子收纳神器。现实这种分层鞋架在使用时对鞋子的大小高低都有要求，如果是普通的平底皮鞋放进去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男士的高帮运动鞋或者鞋面稍微宽点的洞洞鞋，根本放不进下层。如果只是用来收纳普通拖鞋或者小朋友鞋子的话，那确实没问题，但是如果想常规家用，真心劝退。3. 刀筷消毒机。卖点：可以直接收纳刀具和筷子，有些产品还带有砧板架，收纳能力满分。另外，内部带有紫外线消毒灯，通电以后可以给刀具、筷子消毒，节省了买消毒柜的费用。收纳、消毒功能2合1。现实所谓的消毒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紫外线灯珠，效果很差，而且不带有烘干功能。湿漉漉的刀具、筷子放进去后很容易发霉，由于每次刀具、筷子刚清洗好，还在滴水状态下放进去的，所以消毒机底部会有不少积水，时间久了就会发霉。消毒机不能消毒，反而成了霉菌滋生地。即使有些消毒机的底部可以拆卸下来清洗，但是机身内部是不能拆洗，也不能自清洁的，很不卫生。不如直接买个刀架和筷架，便宜又好清洗。日常使用的刀具只要清洗到位，然后放到通风处晾干，根本不需要特别消毒。筷子也是如此，不过木质筷子即使是干净的，最好也要半年更换一次，更有利于健康。4. 电热毛巾架。卖点：通电后可以烘干毛巾、内衣裤等小件衣物，冬天洗澡时还可以给浴巾、换洗衣物加热，平常还可以当作毛巾架使用。现实卖点中的功能确实都可以实现，但是也很鸡肋。电热毛巾架要想有烘干加热效果，就必须保持通电状态，还是比较费电的，而且烘干后的衣物比较硬，看着是一层层的横干，但其实能放的毛巾数量很有限，多放2条就要叠放一起了，而且体积大，太占地方。如果非要说它有用的话，大概就是只适合南方的梅雨季和回南天的时候，可以临时烘干毛巾、内衣裤，免得没得穿。北方家庭的话，还是劝退吧。5. 勺盖一体调料罐。卖点：简约大方，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单手取用调料很方便。现实超级不好用，装调料的时候如果装得太满，勺子放不进去，需要使劲倒进去，很费劲。用到后面调料少了后，勺子又够不到底。也正因为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每次使用过后需要用力盖上盖子，不然里面的调料就会受潮，还不如直接用调料原装的袋子方便。6. 蚝油按压嘴。卖点：按压式出油，操作方便，不用再甩蚝油瓶了。现实虽然可以按压式出油，但是出油量很难控制。最大的缺点是按压嘴的吸管不是密封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发霉，瓶口周围由于不能完全吻合也会发霉。拆封后的蚝油是需要放冰箱冷藏的。
如果没有密封，也容易被冰箱内的其他食材污染，所以还是用原装的盖子倒过来放比较卫生。7. 硅藻泥地垫卖点吸水块，用在淋浴房旁边，可以吸干鞋子上的水，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造型各异，颜值也高。现实它除了吸水块以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优点了。吸水也只能是吸干鞋底的水，脚面缝隙的水还是吸不掉的，而且它特别不耐脏，沾了水后很明显的会变黑，1个礼拜不刷洗就会发霉有异味，清洗也比较麻烦，当做一次性的地垫使用还可以。8. 挤牙膏器卖点懒人必备，不需要自己用力就能轻松挤出牙膏。现实说它是懒人必备，我真的不敢恭维，用它比自己挤牙膏费劲多了，并不是每次挤出来的牙膏量都一样，主要看牙刷按下去的早晚，有时候牙刷放早或者晚了，牙膏就会掉出来，还要清洗它，非常麻烦，有清洗的功夫真的不如自己挤牙膏了省事了。说在最后，虽然这些小件家居用品的价格都不算贵，但关键是它不实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问题。对于这类产品，还是劝大家不要轻易购买，以免交了智商税。